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唐人带给您的特别的直播节目。因为今天呢，张幼霞和刘振立是同时被抓了，所以说这个事件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今天呢，和我的同事金石，还有军事的博主周子定，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事情。目前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大家普遍关心的一点就是接下来台海的这个问题，因为张幼霞还有刘振立他们都是军方的非常最高层了，应该说是，而他们的这样的职位一真空，然后是不是台海这边其实是相当于是被动的安稳下来了？很多台湾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是，我觉得这是就是大家现在网络上很热。我看到两个观点，就有一派小粉红就特别高兴说，习近平就是铁腕，就是他清除这些军队异己是为了一统台湾大业做准备的。就是说他越清洗，他们越高兴，就越觉得接下来去指挥这个作战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实质的问题，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最大漏洞，就是因为习近平他本人他是不会打仗的。习近平他之前是耿彪的秘书嘛，但是他做秘书，他本身不是军人出身，是的，所以他其实不懂军事，不知道怎么打仗。他如果要打仗，原本是靠之前这个东部战区，包括31军，像何卫东、苗华之类这些人之前已经进去了，现在会打仗的张幼霞，对吧？刘振立也要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人为他打仗了啊！不知道金石你是怎么看的？还有一个人在位啊。张生民管政工的，张生民，对，但是他是军纪委嘛，没错，对。其实我今天看到那个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他这个观点也挺有意思。其实可能不是我们太想知道的那种观点，有点泼冷水的感觉。什么？他说呢，说就是近期来看的话，这个整肃肯定是对中国军队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你军委基本上就是全部落马了嘛，没有人来负责这个指挥作战。但是他说呢，长远来看的话，可能对中共军队是一件好事。哦，当然他也是从哪个媒体？对，应该是华尔街日报还是哪一个媒体？但是他是引述一个西方的军事专家的说法，就是说他当然是从反腐这个角度来说了，说真的是能够肃清军中的这个腐败这个问题的话，真的是能够立威的话，杀鸡儆猴的话，那接下来可能中国军队会变得更加的清明，更加的清廉，那么习近平的这个指令能够更好的得到贯彻。所以说，他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走向一个战斗力更强的这么一个时机。我觉得很多老外其实不懂中国的国情，对，但是隔岸观火就是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按照西方的逻辑，因为西方的逻辑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有腐败或者不好，我通过一些手段，民选国也把它选下去，对，或者把我这个腐败能清除，但其实不知道中共的腐败是清除不了的，因为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清除了。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郭伯雄、徐才厚，对呀，对不对？各个家中巨贪，古俊山，对不对？这都是阴山，对，什么金山银山不如古俊山，不如古俊山。房峰辉就是张海洋，张扬，个个都是这个家里都是这个家财万贯，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清除了。习近平从第一任期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就第一次这个军改嘛，军改那时候就强调军队要清廉，喊了10年了。现在这批人都是习近平自己选上来的，那你又怪谁呢？钟兆军，习近平的大秘，这个也进去了，对不对？苗华、何卫东，31军的旧部，对吧？张幼霞以前穿一条裤子的发小，对不对？你这些人，你习近平自己挑上来的，是前阵反腐之后选上来的人，他们又。当然，这是西方媒体说这是因为这腐败问题，但我们都知道它是政治斗争。但不管怎么说，至少苗华案、何卫东案。包括前面的火箭军污案，这魏凤和他们是有腐败迹象的，就是说你换了一批人上来，他还是腐败的。所以回到西方这个报道，对，这是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说他能不能打那个台海嘛？刚才我们是说他战斗力足不足以让他打台海的问题，还有就是习近平他到底想不想打台海的问题。如果说就是说。跟这次张幼霞落马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如果是因为张幼霞不想打台海而被习近平给搞下去了，那他现在被搞下去了，可能习近平就真要打台海了。就是说，不管他是不是理性决策，是不是条件具备，他就铁了心，我就是要打，你只要不打，我就给你拿下去。那如果是他出于这个目的的话，那真的是台海的风险可能就会更高。
那如果说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问题的话，那可能目前台海就不会说有及时的这种风险。我回忆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个西方媒体的报道，他提到腐败，其实在这次的抓张幼霞和刘振立的报道中，还非常罕见的腐败是很小的字眼，而且他提到的主要是你影响了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官方宣传出来还是爆料出来？官方，而且说是你践踏。之前这么快的这个罪名的就出来了吗？何卫东之前是你影响、你破坏，但这个是你践踏，所以他给出的这个定性啊，就非常的严重，就感觉是政治程度不一样。对，他是明显是一个政治斗争，并且习近平下手非常快。因为我今天看蔡慎坤，他说他可能1月16号的时候。张幼霞就已经出事了，到现在1个星期，然后这个消息就已经确定放出来，对，这个非常快了。你像苗华和卫东，当时他们是去年3月份，好久，真的是好久，对，一直在谈官宣，对，从3月份谈，就是耳朵都听出老茧来了，对，然后结果到10月份的时候官宣，有半年时间嘛，差不多，这次就是非常快，所以就是大家都很惊讶。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这个分析和探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快？我觉得就是到这种变吗？对啊，就是到这种级别的官员，他其实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都不想拿下。就即使他拿下了，他也是能够掩盖、能够拖延就拖延。为什么说不想拿下张幼霞吗？不是，如果他出于稳定的考虑的话，他能不拿下的话，他不拿下。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比如说出现了政变的情况，那当然了，那他不拿，那他自己就位置就没了嘛，所以他就只能拿了。这是反映出我觉得背后他政治斗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对，因为张幼霞她非常特殊，她本身是第一军委副主席，她做了这么多年，她包括是红二代，对不对？她又是有过实战经验，所以她的背景是非常特殊。这么快拿下来，而且这么几天就官宣，就是不想给她翻身机会。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定死，就说明习近平和张幼霞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习近平动手是因为习近平不动手就是他死。就和当时有点像当时这个司马懿和曹爽的时候那个政治斗争一样，因为现在就是说习近平可能特别是因为去年苗华和卫东的案件，习近平在军中的这个势力受到非常大的减除，然后包括有很多流言，这些流言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细分，但是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权力在去年是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有人说他是扮猪吃老虎，是，我觉得他也是扮猪吃老虎。对，你看那个聂卫平，他不是说这个小时候他们3个人3平，然后去被人挨打，习近平撒了腿就跑，我也不跟你打。对，所以对这一点方面，他确实是有点是，但这次这个雷霆手段，然后直接定死，确实是很明显。对，但是这个什么促使他采取了这个雷霆手段，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之前我们4中全会啊前后我们讨论了很多嘛，中国内部的情况。对，当时其实就是之前9上将落马，那之后呢一度就很平静了。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然后就把这个张幼霞给抓起来了？是不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比如说张幼霞那边有什么异动？然后习近平感受到了，他觉得现在不下手不行了，必须马上下手。你说的这个就是杜文先生之前给出那个爆料，他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张幼霞和刘振立可能会有一个雷霆一击，要把习近平给拿下。结果习近平得知了这个消息，有人告密了，所以他就反过来先下手为强，拿下了张幼霞。我觉得存在2种可能，一种就像杜文说的，就是说张幼霞这边要动手；另外一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张幼霞没有想要动手是吗？但是在去年有人去说他想动手，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可能维尼中局里说他想动手，这个也是个预言的感觉。对，而且昨天是维尼中局好像大结局刚刚播吧，首播第1天，然后那边就被抓住了。当然这是有人开玩笑了，怎么就是好像有点天意或者说巧合在里面的感觉。是，对，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巧合的。但是回到张幼霞这个，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去年这个10月、11月份，这个4中全会之后，习近平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威胁，然后他觉得他迟早要对张幼霞动手，只不过他在筹划这个事情，然后挑一个时机。然后直接对张幼霞动手，他不需要任何契机，因为他们2个人已经陷入一个就是你死我活的境地。之后还会，因为我自己的军中的羽翼苗华和卫东已经被你剪除了，你已经在向我动手了。那在去年的时候，我可能条件不成熟，我没法直接和你开干，那我就扮猪吃老虎，像司马懿一样，我回去装病装2个月，但我其实背后是在谋划。你看，从去年到现在，这才
对吧？这才2-3个月的时间，对，其实是很快，其实这个时间是不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第二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其实在去年10月之后，他其实在谋划这个事情。然后其实张又侠那边可能没有太大的动作，但他这边已经下定决心了。你拿掉我的苗华和卫东，我现在我就要把你拿下，因为不知道你要是不拿下，我睡觉都睡不踏实。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拿，不仅拿下你全家现在都被我抓了。所以你这个是带有一种遗憾的，就是说张又侠其实没有把习近平这一派是给他斩草除根，结果留了一些后患，把他自己就给搭进去了。我觉得没啥遗憾，两个黑吃黑，就是剩下谁，这个不好说。就是说你像当年薄熙来和习近平，薄熙来当然也不是个好东西了，但是你说习近平现在这样，你谁也没好到哪里去，也没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说，但是。但是对于张又侠个人而言，他当时没有动手，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确实从现状来说，他肯定会后悔当时的决定吧。民间是很多人为他这种就是说开始哀悼了，就感觉哎呀，真是心太软了，所以就没有动手。本来是大家指着你给振臂一呼的，把这个整个政治清明一下，结果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就是我在想，如果是说之前的那个像苗华、像何卫东，都是张又侠给他铲除了习的羽翼的话，那如果到那种程度，习还有实力、有能力现在去扳倒张又侠吗？所以说这次调查他的人、抓他的人，很多人就说其实就是王小洪直接下手，他是直接接了习近平的命，而不是说通过了所谓的后边的军方去把他给拿下的，而是说走了另一条路，对，特勤局、中央警卫局，是，这是一个很焦点、很疑问的、充满疑团的一个问题。然后刚才说到台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都提到，就是接下来会不会对台海动武？有人就是说，其实这一次之所以抓张又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真的很想打台海，结果发现美国在抓马杜罗的时候，这个防空系统没起作用，发现这个装备还真的是不行。然后之前又是追到李尚福，对，然后就发现装备部真的有很大的猫腻。对，所以说马杜罗这个事件促使了。另外，马杜罗事情又涉及到身边有人去告发、去告密。习近平很担心自己变成另一个马杜罗，所以也有另一种原因促使他对于张又侠下手。是有这方面可能，但是就说到这个装备问题，其实中共装备出问题，它不是1天2天了。就火箭军窝案那个时候，就是3-4年前，这个李尚福的时候，就是。很大的窝案，包括这个火箭军的装备问题，后来牵扯到其他。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其实不只是军方高层、军工体系、航天航空体系的老总，我看中国兵器、什么中国船舶那些，就是老总啊，对，全部都是腐败，一个又一个出事。所以说，它这是一个体系性的出事，装备上的出事。前2天好像说是发射什么航空。就是说火箭还是一天发射2个，然后全都是有问题，全都失败了。对，这也是创造历史，一天发射2个，全部都失败了。对，马斯克看到笑掉大牙了。是的，所以说到这个习近平和张又侠的关系啊，我觉得他是所有的这些之前的传言呢，包括现在的这个出现的动荡的一个基础嘛。就是说他俩到底有没有矛盾，或者说他俩矛盾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我今天还查了一点资料，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张又侠跟习近平他上升的轨迹啊，基本上是重合的。对呀，我们知道，对，习近平18大上台嘛，那个时候是张又侠18大进入中央委员会，然后呢，那个时候他是总装备部的部长，然后他上来之后就配合习近平，支持习近平进行这个军事的改革，所以他2015年的时候就从了总装备部长变成了改革之后的那个机部叫做装备发展部的部长，然后到了2019年是19大，然后习近平连任。是2019年，不是2019，2017年是吧？哈，2017年19大，对。然后呢，那一年那个19大上，张又侠就成为了军委副主席，对，但他是第2军委副主席，所以显然看就是说他配合习近平进行军改有功嘛，那就是获得了提升了。对。那2018年习近平修宪可以终身执政，然后2020年20大。他又是继续执政，打破了中共的惯例。那个时候，张又侠又继续成为军委副主席，留任，并且成为第1的军委副主席。那个时候留任他就有点破格了，因为他已经72岁了嘛，按说应该是下台了。所以他能够破格留任，说明他跟习近平是一个盟友亲信的关系。习近平需要他在军中给他镇住这个军中的阵脚啊，对，把控军局。所以说，那到那个时候，他们俩还是盟友。那之前呢，我们看到九上将也落马了，但是张又侠也没事嘛。所以我们感觉还是
当然，那后来又有爆料说，其实侯卫东啊、苗华都是那个张幼霞他给反扑给搞下去的，因为他跟张幼霞要夺权，所以张幼霞最后胜出了。那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至少我还觉得吧，张幼霞和习近平应该是盟友的关系。怎么到现在，然后就前2天突然说他那个缺席了什么什么会？那这里应该就是说影响最大的就是金石对，我这震动真的是很大哦，真的而且那你们当时不知道你们当时什么感觉？就是他缺席了什么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点对于这种传言都有点木了。对，我发现金石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感冒的，发现已经就无所谓了，我也不感兴趣。然后说的时候也就是兴趣缺缺，我就OK 好吧。对，我就保持一个观察态度嘛，反正是说你传言，那我们就对，就是姑且听之，其实就这个态度，姑且听之。当然我周边很多人也是这个态度，他们说缺席那个会议，那就是去了趟厕所嘛，就是打一个比喻而已。但是真没想到，就过了2天，然后事态能够有这么大的急转直下的一个发展。所以我现在就是匪夷所思的，就是说习近平和张幼霞的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破裂了？从之前的盟友变成了政敌，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破裂的？冰冻一尺非3日之寒，他们现在闹到这个程度，一定不是1天的矛盾，对，是已经相当长的时间矛盾。这个时间有可能是回到就是20大，你发现这个，我觉得他们俩这个裂痕的公开化，就是大概23年的时候火箭军的窝案，因为火箭军窝案当时直指就是张幼霞，对，魏凤和李尚福都是这个张幼霞的旧部。然后说火箭军追溯到发展2017年，那就是给张幼霞做警示。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事的话，就说明那个时候习近平跟他的关系还是 OK 的，还是要保他的。那个时候是在敲打张幼霞，就意思就是说，因为魏凤和李尚福出事了以后，他们肯定会或多或少供出张幼霞，他们上司是谁的，他们向谁行贿，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习近平手里可能已经我有你的。就是黑料了，就像当时这个前苏联贝利亚一样，就我已经有你的黑料了，你给我老实一点。我觉得当时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公开的，就是说在敲打张幼霞。但是为什么敲打呢？我今天看到一个讨论是这样，就因为20大习近平上台是否延续，怎么样延续是有很大的争议的，特别是胡锦涛被架出会场，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当时胡锦涛。就是因为要翻看名单，然后因为名单和之前讨论不一样，没有胡春华，就可能胡春华那个时候是要入常的，因为习近平你可以再干1届，你已经多干了3届了，对不对？那你第4届应该下台了，那你下台的话需要一个候选人，那这个候选人很可能有胡春华，所以当时20大可能是幕后双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但习近平没有遵守这样的妥协，没有遵守这样妥协，习近平虽然上台了，但是埋下了伏笔。那张幼霞当时这个事情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张幼霞已经继续了，有一种可能是张幼霞其实，因为他虽然是和习近平关系比较好，但是他有种可能是和元老派有某种关系或者是某种默契。那他留在台上会不会保证？一个想法是在5年之后再保证下一个接班人能够顺利接班，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猜测，就是说20大可能埋下了一定伏笔，但是火箭军的窝案是这种关系破裂的公开化开端，公开化，对，我觉得是一个开端和公开化。但是20大这个事情只是一个推测，目前没有任何的这个去佐证。如果说火箭军是一个开端的话，那他其实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要去打台海，去整顿他的军方。对，对，有这样的可能啊，就是说他必须要提升他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嘛。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政治斗争的因素的话，那也是能解释得通的。就是说他是要整治这个窝案，然后来那个整肃军队。那当时就是有一个信号，就是20大的时候，张幼霞破格还继续连任。对啊，所以就说明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想要去动张幼霞，甚至说还要维持一个比较不错的关系。那个时候当然窝案已经是产生了嘛，所以说如果说那个时候他只是想要反腐败，只是想要整肃军队，而不是说想要把他这个军委副主席都给拿下的话，也是说得通的。但是之后的发展可能就又不一样了。
有没有可能，其实它是多重元素组合而成的？因为在20大之后，习近平连任就开始有很多的这种特别奇怪的经济现象，社会也很乱，所以民怨也很多。这样呢，其实军方的人张耀侠也是看在眼里，元老也是看在眼里。你既然已经是破格把这个名单给换了，然后呢，现在你已经上来了，可是你又搞的是一团糟，元老也有一些抱怨，张耀侠也有一些抱怨，结果3中全会，习近平又出现了一个中风的迹象，那你又隐身了，隐身了之后，张耀侠和元老就有了一个机会。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好像是天作之合，就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时机，让你去对于习近平有一些不好的印象，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结果其实这样看来，张耀侠和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就像是天赐的，就是你发展到这儿，你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一种矛盾。你哪怕之前是再好的关系，你走到这一步了，也就好像是你的一个天定的造化的感觉。按照一种分析啊，就是说何卫东、苗华他们落马是因为他们想搞掉这个张游侠嘛，然后张游侠当时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把何卫东那么一伙人拿下了。所以说，那到底是还得到了习近平的支持。对啊，就是习近平来拍板，所以说才拿下了这些何卫东、苗华。那个时候，习近平是站在张游侠这一边的。就是按照这种说法的这个分析的话，那就是说，到底是什么事情？本来习近平都支持张游侠，现在反而又把张游侠也给拿下。那习近平看起来也是像光杆司令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不支持这种看法。对，就是有很多人会认为，其实当时拿下何卫东就是张游侠。张游侠，因为10月份到现在1月份2-3个月的时间，2-3个月这个时间太短了，我不认为习近平的态度会在这2-3个月内你会做出改变，但不会这么极端的改变，因为你现在对这个张友侠简直是要去赶尽杀绝、势不两立的这种感觉。对，而且这2-3个月其实也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中国内部的事件。对，并且他要策划拿下张友侠，他是需要酝酿一段时间的。他包括自己的人手怎么去行动，所以说他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看到可能是1月16号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有可能在2025年年底12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在谋划这个事情了。所以你想想，从10月份正式拿下何卫东、苗华到12月份。就是开始11、12月份，他的时间是非常局促，所以我不认为习近平和张友侠的分裂是在这么短短的2-3个月之间形成的，一定是在之前更早的时间形成。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再往下走，也就是说，去年苗华、何卫东的落马，这背后的主使人更大的可能就是张友侠。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张友侠如果有能力拿下何卫东、拿下苗华，习近平还能够坐以待毙的话，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反应的话，他因为给了习近平留了一个活口，因为他没有想做到那么绝，就是可以看出来他是有军性、有党性，但是没有党性强到像习近平那样子。但是现在习近平又有实力能够反过来拿下张友侠，他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张友侠的一种软弱，这个就当时就是说很多人在为他惋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有这样的权利，可是你没有做到那么狠，可是现在有一个更狠的人把你给拿下了。就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党政军这一块虽然在张友侠手里，但是党政其实还是在习近平的手里，包括中央警卫局。对，所以他这次主要动用的是中央警卫局避开了军方的一些现眼，当然他的策划一定是非常谨慎的。但是回到张友侠那个时候，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逻辑去走，张友侠当时是背后拿下苗华、何卫东主力，没有设立一个就是你刚才的问题，他当时为什么不顺藤拿下习近平？就因为其实张友侠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他缺少一个正当性。对，缺少一个，而且你拿下的是党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而且你无法替代。党政军这一块，党和政还在习近平这样。你如果拿下习近平，你要拿下习近平下面的所有人，你7个常委换不换？蔡奇你换不换？而且要保党。对，蔡奇、李强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人，7个常委都是习近平的人，你要换这7个人，他们下面的部长换不换？这个对整个社会造成动荡实在是太大了。而张友侠本身他其实没有太多。就是正方面的东西，它是其实依靠的是元老。你不能说我拿着习近平，我去管这个政府，我没有那么多的能耐和，并且张友侠也老了，70多岁的人了，所以他的这种斗争心可能没有像习近平那么强。所以在各种因素，包括可能元老派，或者是你胡锦涛本身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弱主，对软的人，他这个吃江泽民的气吃了10年的时间也不作声，所以他可能不会拿出这么狠的方案。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综合情况下，张友侠其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回头看，我认为就历史在推着每个人往前走，每个人在历史的每一个关头都会做出当时对自己看起来是最有利的决定。
但回头看的话，并不一定。回头看不一定，因为没有人会说傻到我知道这个决定是错误，我知道习近平3个月之后会来抓我，所以我现在放习近平。他当时一定是考虑了所有的情况，认为这是最好，对我而言是最好的、最优解才。但这是个你命运的不可逃脱性，每个人都是做出你认为最好的决定，但是就是命运就把你推一步一步推，命运把张又侠和习近平交织在一起，他们一起走上权力最高峰，命运又把他们分开，到目前这种你死我活政治斗争中。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看到走到了这个地步，但是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就是打不打台湾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二位你们觉得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外国媒体，你们觉得打台湾的可能性高吗？原因是什么？是我还是刚才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打台湾的可能性取决于这次张又侠落马的原因。如果是说因为他对台海备战不利的话，那当然他打台湾的可能性就升高。如果是不是这个原因，纯粹是政治斗争的话，那短期来看的话，台海的这个局势还是会比较稳定的。它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擦枪走火去保持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战狼的这种特性，但是如果说国际上没有大的动荡的话，川普这边跟着欧洲也是会保留一些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然后俄乌战争还是在延续着，没有人太多去关注到中共这一块的话，中共可能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旦俄乌战争真的是停止了，普京这边没有人去这样去严苛的去盯着他了，那美国留出来一点余地的话，美国很可能会把这个目光转移到中共，在这样的一种各种势力聚焦他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因为习近平的特性可能是有一点，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会比较没脑子。没脑子。但是有一点可以想象，就是说目前美国会非常密切的来关注中共军队的动向。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目前肯定是会盯着中共到底目前内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很希望就是说美国这边是可以比较严密的再去关注的，不要就是说坐以待毙，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松口气的一个突破口，不要觉得中国军方就真的是 OK， 现在你没有领导层了，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放松了，就可以放心了。像我看到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他就说，现在我都很怀疑谁还能领导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军队呢？我觉得大家不要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现在就是一人再去领导，他就是家天下均天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美国军方、美国政府呢，目前对于这个事情的他想要渴望真相的这个渴望，可能比任何人都要高啊。包括我们在内，就是说他要研判一下，如果这是政变的话，那可能比如说他不满习近平发动政变了，甚至是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推翻习近平之后比较亲美的，然后改变路线的这样一个政府的话，那很可能对美国更加友善，对台湾更加友善。那当然，这样台海局势就风险就降低了。如果是习近平自己丧失理智，我就是要打台海，我把我不听我话的人全部给铲除掉，然后下一步我可能就要提拔一些人上来，然后对台海动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美方要提高非常高的警惕。其实说到美国，我今天看推特有个说，这个张永霞可能还和美国情报局什么有关系。我看到是有人，我有点不太可否，可能是因为马杜罗被抓的这个事马杜罗有一个联想。中情局前2天又放了那个广告，是不是？张永霞是看了那个广告，非常详细的这个，还是习近平看了那个广告决定对张永霞动手的？而且还有维尼的终局这部影片在播放。是的，是的。就好像真的是，就像你说的，命运在推着每一个人在往前走。然后最后的演变就真的是让大家瞠目结舌。可是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你都以为自己做出了最优解，可是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你所设想的。对，所以回到台海这个问题，我个人其实不认为中共会打台海，因为就是刚才金石提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这次习张斗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政治斗争，包括从现在就是说。这个官方的定调就可以定出来，它是就是严重的违反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军纪党纪，所以你从这些话，它3句话连着3句话全部都是这个，就完全是高度政治方面的，一看就是政治斗争方面出事，就是习近平和张永霞出现了完全不可调和、你死我活的矛盾，才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现状。那在这样的一个假设或者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台海问题，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军队没有能够指挥、能够打仗的人了。我们这次知道蔡胜坤他的爆料是17名将军，不是我们现在看到17名将军，从上到下
那个还有上千名等着呢，上千名等着，因为现在的这批人都是这个张幼霞提拔上来的，他的所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受牵连，所以这带来两个问题，就是说清洗会持续一定时间，你这些人你要把它换掉，谁有问题谁没有问题，换谁上来，这个不是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你像那个何卫东、苗华，他们从出事到最后声明出来半年的时间，这还没有审判结束。当我说事情尘埃落定的时候，是要审判结束。像我父亲那时候案子，就是说从一开始被抓到最后是2年多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这种高敏感度的，我父亲只是一个很小的案子，你想想，对于当地来说是比较有敏感度、有棘手的案子。你想想这么大的案子，他要去最后定罪，要彻底处理下，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你要把军队整肃到我想要的程度，它很有可能它不是1年2年内能够完成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政治斗争就可以看出来，特别习近平进入第3任期，他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巩固自己的政权。我认为习近平在当政的第1至第2任期，他是想把打台湾当做一个事儿，你从他讲话里面都能看到，对不对？他对台湾的讲话各种什么，包括军事上的一些动作，我们知道中共这个军事装备过去10年来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认为他是在为此做准备。但是进入第5任期之后，突然火箭军倭案加上这个苗华未奉还倭案，再加上这次倭案，就说明习近平政权内部是极其不稳固，所以我认为对于目前的习近平来说，打台湾可能变成一个次要的问题，他首要的问题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权，不要再出现像又有谁像张幼霞，在自己背后找自己事，因为这个是军委副主席以前自己的最高盟友出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包括钟兆军是他军中大秘，现在也出事了。第3个问题就是信任问题，习近平还会相信军队吗？出了这么多事情，所有人都是我提拔的啊！我不管，就是你这3大倭案，你不管说最后是习近平主使还是这个张幼霞主使，他都是习近平提拔上来的人。如果这些人都出问题的话，我怎么相信后面我提拔的人？如果我这样打仗，我要把你的军权放下去，对于中共来说，他的军权的调动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我说的，他是可能是有一些小的这种擦枪走火，他可能会有一些冒进的动作，并不是说全力的武力去拿下台湾。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就是民怨究竟会不会爆发？在习近平觉得自己一人掌控天下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觉得越来越紧张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越来越不能说话了？越来越没钱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些民怨可能会有一些冒头的迹象？那中共可能会动用军队去更加的这种军管民众，然后去更加的严控民众。那越是严控，越有可能这个蒸汽锅会爆发。爆发之后，习近平会不会通过这样的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去有一些擦枪走火，去转移国内的民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对啊，关于未来的走向，我觉得还有2种可能啊，就是说，一种就是如果是像刚才子定说的，之前的9上将是张幼霞主使拿下的，然后现在习近平又把张幼霞给拿下，如果是那样的情况的话，那可能好戏还没结束呢，那说明中共的这个内部的这种角力，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激烈，可能把自己给鱼死网破，然后把这个政权给斗倒了，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之前9将领也是习近平清洗，然后他现在是延续他的清洗，那就像你刚才说的，习近平自己大权独揽是吧？然后一人掌控，那民怨是不是会更加的？习近平大权独揽，并不是因为他之前清洗了9上将，又清洗了张幼霞，有可能是张幼霞清洗了9上将，也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习近平有一个反扑过来，他反扑成功了，所以他觉得自己更加的一人独揽天下的感觉。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不管这3个事件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就在清洗完这3波火箭军、9上将加这次17将军之后，习近平在国内的权力的掌控。绝对是中共建党的最薄弱的时候，是不是？最高的时候啊？你觉得是最高的？最高的时候，他对整个就是党政军的掌握，我认为整个体系内恐怕没有人能够再挑战他，甚至接近对他提出异议的。所以他的地位是掌握权力，我觉得确实是看起来目前是最高，但是不是一种很虚幻的一种妄想。啊，对，但是就是说实际问题是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没有办法去管理所有的事情。对呀，你必须就像当时明朝为什么设立军机处？
就是朱元璋对所有人都不放心，所有事情都自己管，你想想那多累啊！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我要设军机处，让军机处的大臣再帮我。所以当时他虽然把宰相包括李善长啊全部废掉了，把宰相的这个就唐宋以来一直中国的这个宰相的制度，他的权力收到自己手里了，但是他发现他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么多事情，所以又设计了军机处，后来又有军机处大臣。所以现在习近平不是领导一堆的小组吗？对，一堆小组长，对对。然后不是说我就想到之前斯大林他底下的官员是谁说斯大林还教他们怎么去种粮食啊，怎么去不管是什么都是斯大林去教导他的。斯大林他只是一个就是说出身很普通的一个人，他什么都不懂，然后他什么都去教，就感觉特别的荒谬。对，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是有2个疑问的哈。第一个疑问就是说中共历史上它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嘛，所以其实它这个政党应该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它是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是说你没有掌握党政，没有掌握这个就是党和政治方面的时候，让你纯粹靠你的军权去煽动那么大的风浪。从那个朱德跟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朱德就完全非常忠诚的服膺党的领导，所以中共有一个格言就是党指挥枪嘛。所以说这一次是不是说之前张幼霞他能掀动那么大的风浪，然后把九将领给他铲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吧。这说到底还是习近平和张幼霞的关系。对，这是一个疑问。还有一个就是说张幼霞，我们看到给我个人感觉他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而且他的履历也说明他是一种职业军人。所以说这么一个职业军人，他怎么能够挑动习近平那么大的就是非要灭其，非要把他灭了不可的这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也觉得很想知道这个内情是怎么样的。我之前采访其他的专家，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张幼霞他是走到了这一步，他也没有想去拿这个军权，而且他是想保党的，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在那个情况下他该做什么，所以留了习近平，他也不想去破坏这个规矩。可是习近平之前你是说他清除了习近平的身边的羽翼是吧？九上将他只是军方的人，他并没有清除党政方面的人。不，其实共产党的话，如果你不掌控党政大权的话，九上将你应该是清除不了。所以说他是一个，就像你说的是个职业军人，他清除的只是他这一块的人，结果这样的一个事情又被习近平反过来利用来清洗他。如果他以他的军人的身份清除九上将，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经过党中央的这个认可和背书才能这么做？我觉得还是值得商榷的。金石还是保留了很多的疑问。所以如果按照金石这个逻辑，金石是认为台湾是会更危险的，因为这所有的清洗都是习近平在背后主使，然后习近平的权力会更稳固。但是他又认为我现在真的是安全的，真的是不好说。就是说，还是刚才说到，就是看他内部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是习近平他疯掉了，当然台海就变得更加危险了，这也是美国要防备的。如果不是，如果习近平本身的权力受到极大的挑战，然后中共内斗成这个样子，导致中国的军队已经是溃不成军，没有人指挥了，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如何可以知道他的真因是什么呢？真因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对，就像刚才子敬说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啊，就是说当时习近平拿下了魏凤和，拿下了装备部的那些人，然后就是也是给张幼霞一种警告嘛，看你老不老实。是，我觉得关键就是后来张幼霞他到底老不老实？他要是一直老实，其实就没事了嘛。那习近平可能也就不动他了。那你给我下属拿掉也就拿掉了，到时候我到年龄我就退休了就好了。你想怎么整肃军队就怎么整肃，我也就听你的。如果他不老实，要反扑，要你现在动到我那么多人，危及到我自身，然后我要先下手为强，不然我命就不保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确实后边的很多剧本可能就成立了。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知道真因，我们只能用逻辑去推理哪些最符合逻辑和最符合性格。那还是回到台海这个问题，扶摇，你觉得给一个结论，你觉得打台湾的可能性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我觉得小型的这种擦枪走火可能是更高了。擦枪走火是指军事演习？是，我就问一下，军事演习，但是不会说真的去拿下台湾。为什么擦枪走火会更高了呢？因为我刚才已经解释了一轮了，因为习近平受到的民怨是这整个社会转移压力。因为他越是这样独揽大权，他自认为独揽大权，他越会严控社会，而社会上民怨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是体感，这个不是说的，这不是吹的，体感也很大，军方也觉得瑟瑟发抖。你都已经清洗到这个程度了，军方只剩下张生民一个人陪着他了，到这个程度，张生民都已经是岌岌可危，都已经是瑟瑟发抖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处于高压之下，他越是严控，大家越觉得要。但是发动真正的战争，他又没实力，又没这个条件，是吧？但是小的擦枪走火，他因为他要寻求连任，他也必须要寻求，就是说转移民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就必须要去有一个外部的事件去小型的擦枪走火，去让他自己看起来是有在干事儿的，有在忙的，他是脱不开身的，他要继续连任下去的，他要帮助这个党维持下去的。这是我目前的一个观察。OK，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代表了不同观点。对，正好是3种。对，金石是认为就是继续观察，要看这个事件原因是什么，接下来的走向。打台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不小。是我真的是我不好说。持保留意见。对，扶摇是认为就是说。不太会打台湾，但是呢，会有擦枪走火的可能。那我的观点是，不仅不会打台湾，而且擦枪走火也不太可能。对，所以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看了最近这个9上将也好，现在17将军，然后张友侠出事时，你们觉得台湾到底是安全了呢，还是不安全？欢迎大家留言。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好，谢谢，拜拜。